的老板给我，我觉得你想干什么？我刚刚到中国的时候会发生这些比较奇怪的事情，后来我就自己也学了怎么做这个事情。有些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。就我觉得特别逗的是，每一周所有的大事儿就拿到了这个周日晚上的周日，明明大家重点应该是在食物嘛，但其实好像大家的重点都不在食物，就是吃饭只是一个借口，对吧？它就是我们见面的一个由头。是的。我刚刚到中国的时候会发生这些比较奇怪的事情。我估计第一次是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，他是律师，然后他的朋友请他吃饭，然后就是为了请我帮他们翻译什么的，这种事情很多。问题不大，可是也可以直接问，直接那你请我吃一顿饭，就我不能帮你的话，会感觉很尴尬。这就是目的啊！你吃了，你就不好意思说哦，我不能帮你这个忙，对吧？对，本来可以推掉的就不可以了。还有一个中国餐桌上非常有趣的现象呢，就是让菜啊，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是特别中国的一个事情。我有个老板，他就会这样很客气的给人家东西放在他们的桌上，然后我觉得，哎呦，我觉得好奇怪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爱人给他的那个对象的这种感觉。那我的老板给我觉得是不是我被骚扰了？你想干什么？对，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他给所有的客人，所以我就放心一点。对，可是后来我就自己也学了怎么做这个事情。那你这真的是太入乡随俗了。对，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还有什么吃饭的一些规矩，就是不应该做什么事情？筷子。你不能说我在这挑，就是我翻一下这块我不喜欢，然后就是你挑那个红烧肉里头的鹌鹑蛋，这个不可以。对靠那个转盘嘛，然后转盘大家都很忙，然后每个人都很，然后你就得必须眼疾手快，你基本上不能靠想下去，就是跟钓鱼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轮一轮的，对，所以等那个菜来了，你就要开始准备了。对，是的。其实我小时候特别爱吃一道菜，叫做松仁玉米。哇，好难啊！那个好难，所以你就要拿勺和筷子同时准备好，然后不冷。我很多外国朋友，他们有这个习惯，就是很多东西把盘子铺满了才开始吃，他们就不懂，就是你要一口吃掉了，然后他们有一顿饭在那边，然后好像吃 all you can eat， 对，就像 buffet 一样啊，自助餐。我看到的一个点就是帅哥和美女，他们两个只有在喝东西，他们没有吃东西。对，有可能说明没有这种家庭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和哪些人是可以一起吃东西的？和哪些人是你最好就是喝就行了？我觉得当然吃东西是更亲密的关系，而且最亲密的关系就是你请人到自己的家做菜，对，做生意或者做一个 contact。我觉得可能最多的就是喝咖啡或者喝一杯酒，因为去外面吃饭也不便宜，对吗？如果是 date 的话，可能我还比较喜欢就去喝一杯酒，因为你喝咖啡可能因为是 date 可能会感觉有点紧张或者尴尬呢，喝一杯酒大家会放松一点。这是不慎之风。中国这个药膳这个食补，你有什么感受吗？因为我来自一个爸爸是医生，姐姐是护士，弟弟在医院里面工作，所以我对西方的这个西药还是比较相信。我要看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个东西对我是科学。对，因为我在中国也喝过中药，喝了一年2年，后来发现有一个可以吃一个药，这个药没有副作用，而且这个药比那个中药要便宜得多，所以我我可能对中药有一点偏见，对吗？就一个是便宜，第二个是不知道有没有效果，第三个就是也有很多动物植物是危险的动物植物，所以我对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西方有那个 wellness 呢，你就喝一个 turmeric latte 或者是那味道，当然我很喜欢这种，就是香港有很多这个炖很长时间的这些汤，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啊。就是他如果是给这个菜加分的，那我爱吃。我不会因为它是有药而去吃它。我喝啤酒感觉很舒服。
所以没准他对你心情有好处。对，这个有药用，是我接受苦的食物的一种方式。我爷爷特别爱给我做苦瓜，就是我长到很大，我才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吃苦瓜，就是你竟然是可以不爱吃这个东西。我爷爷就会说，哎，这个苦瓜败火，然后就是你上火的时候就吃那个苦瓜，你的嘴就好了。解释不清的这种小秘密。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，不想也难。老朱就有说一个那个什么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这个东西，欲望一直是这种欲望的嘛，想吃什么东西，想跟谁做。但是路边摊的那场，开始那个男生就完全没胃口，然后直到那个女生说了之后，哦，那你说的是我吗？你什么话都愿意说给我听。然后那个男生马上就吃了一口。就是这种细节，但是呢，其实平时更多的情况就是大家都是在想着别的欲望，吃不下就是眼前这么丰盛的饭。就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两个放在一个人的最基本需求吧，可能精神分析的那个东西就是口欲期嘛，就是有些人长大了这么爱吃，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母乳，没有喝够，然后你后来就是长大了，你会去找补你小时候没有吃到的这个东西。说得很对。谢谢大家今天看我们的视频，然后如果你还喜欢我们中国风俗通，对，还有中家的那饮食习惯和文化，那就给我们这个视频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然后1键3连吧。YouTube 的小伙伴可以点开你们的小铃铛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